想要的话，我也可以做的。就是你做这种手工，就是你就是比较花时间。其实难倒是不难，就是比较花时间。然后真的它是可以练出来的，就是你做的多了之后就练出来了。天津不能失去叔叔，猫狗鲲是什么？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鲲是谁？不会是那个哥哥吧？为什么这么久了还有他的梗？我已经快忘记这个东西了。谢谢你很美，我们3900了，可以给大家跳一个微勾，给大家来个微勾。谢谢春爷的灯牌。我今天开播之前，我还专门复习了一下，就是为了防止我跳错。不能说要不和谐，要不好希望刚刚复习的是有用的，可不要让我跳错。好，复习了，果然是没有错的。复习的就是要跳的帅一点。欢迎学 GCC， 欢迎小圆，晚上好呀，小圆。谢谢圆圆的灯牌。欢迎哭泣。一会儿再可以给大家跳一个最近新学的2个舞 ，B-boy 也可以再跳一下。昨天我的感觉全靠那个记忆，全靠那个肢体记忆。小熊不是那个是香薰，我不是小熊，小熊是没有底座的，小熊是没有底座的，小熊它就是一个小熊，那个是香薰的底座。哎，网络乞丐，看看拖延症吗？我笑死。但是我不是最近这几段时间深深都是没有拖延症的吗？我只记得有一次有拖延症，就是你那次在这儿待了1个小时都没有去洗的那一次。其余的时候你也没有说，主要是你也没有说你有没有就是你拖延了没有。但是我感觉是你没有拖延，而且你后面我记得你说的几次都是立马就去了的。但是我以前就是属于是那种，就是我以前是属于是如果我比如说我直完播，我会休息一会儿，会带妆休息一会儿再去卸妆洗澡之类的。但是我现在就是属于是
如果我不拍视频的话，我下楼立马就去卸妆，取隐形卸妆，然后洗漱，洗漱完了之后我才会去什么吃饭之类的，或者是干嘛其他的。因为我就是不想戴隐形，因为戴隐形戴久了眼睛不舒服。给你拉黑你就不我笑死了。上晚朝了吗？对呀，鱼子酱，我笑死了。晚上好呀，鱼子酱。欢迎扯皮。是呀，上朝了。小晴天学坏了，小晴天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小晴天了，它已经变成大晴天了，是不是？感觉都学坏了，我笑死。也该长大了，是不是？我现在属于是，哦，我不是，我记得我开了空调嘛，我说怎么那么热？转后什么转后飞，鱼子酱上前听风，什么转后飞，船后好吧，多音字，船后飞。为什么鱼子酱当后妃？你不当那个什么朝廷官员吗？为什么要当个后妃呀？你还挺会选的，专门选了后宫哈。懵懂是，现在呢？欢迎口让梨，我们8000点赞了。我们等到9000的时候，给大家跳一个那个，给他跳一个 B-boy 吧。然后跳完后面可以跳个大喜，好久没跳过大喜了。虽然也是常规舞蹈大喜，但是它是常规舞蹈中的不常规舞蹈。它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常规，它是稍微常规舞蹈里面的不常规舞蹈的。该斩。我现在想到哲哲的常规舞蹈，我想笑，但是确实是常规舞蹈，说的没错。以后我说常规舞蹈，你们都知道是哪些了。白白老师教的太好了。哎，小影又是去哪转了一圈嘞？小影又去哪转了一圈回来？常规中的不常规，对呀，大喜就是常规中的不常规。它其实理应算是常规舞蹈，但是因为我不经常跳，所以说它算是常规中的不常规舞蹈，就是又没那么的常规了，就是在别的群皮了有。谢谢哲哲点赞。我今天看了昨晚的直播回放，我的吗？还是谁的？你是看的是谁的直播回放啊？欢迎题目。他不在时间区去他去喝8+1去了。你不是昨天一直在吗？为什么还要看直播回放啊？你不是一直在吗？欢迎阿欧，晚上好呀阿欧。我怎么知道？万一你是看别人的呢？是不是？万一你是看别人的呢？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不过你昨天不是一直都在吗？为什么还那个啥？谢谢小的小心呵，谢谢小的是一个星光闪耀，好多断片了。好，原来是这。恋爱告急，恋爱告白，哪有什么恋爱告白？没有恋爱告白吧？常规。恋爱告急算是常规舞蹈了，但是其实我也觉得它已经不算是常规舞蹈中的常规舞蹈了，因为我经常没有就是没有很经常跳恋爱告急了。我其实现在我以前倒是很经常跳。恋爱告白是什么东西？
玩嗨了。今天晚上也出去玩了吗？今天白白晚上也去那个了，他也晚上也去喝8+1了。常规季明月现在也不怎么常规，我觉得我现在常规的就是So Crazy， 还有 No No No， 还有什么？像以前常规的就是 Miss Chu 这些，但是我现在也很少跳了。这么快就结束了啊？RO 今天晚上也那个什么了吗？神髓也跳了很少。谢谢小兔的鲜花哦，给大家跳个 B-boy 吧。给大家跳个 B-boy， 这个算是新舞蹈了哈。等你相信我，过段时间这个也会变成他和那个WeGo 也会变成常规舞蹈的。就是我会一个舞蹈，我就会暂时性的一直跳。当我学会下个舞蹈的时候，会暂时性的跳另一个舞蹈。我笑死了。常规小队，常规小鹿乱撞，小鹿乱撞也算是常规舞蹈了。唱 KTV， 哇塞，真好！我之前就想约我朋友去 KTV， 我想录那个猫不心跳，他们现在也没有回我什么时候去，真的是，我现在也没有跟他们约好。越跳越顺了。白白，你刚刚不在是不是？你刚刚不在，你怎么知道他们在蛐蛐你？你刚刚不是不在吗？你怎么知道他在蛐蛐你？开始喜欢韩舞了，深深你真的是见一个爱一个，是不是？以前就觉得宅舞好看，现在就觉得韩舞好看，是不是？发个牌呢？可以呀，发牌吧。我看看哈，但是我得找一下啊，我直接在 B 站上找吧。我找一下发牌，但是我没有牌可以，我就只能假装发牌了，因为我这没有那个，我这没有那个卡片可以供我发牌的。发牌，还有日语版发牌，笑死。发现好多主播都在成都，还有线下啊？真的吗？都在成都是什么意思？他们在成都吗？还是说是成都的主播呀？他这是什么教程吗？哦，慢速，不要慢速。哪个？这个。发牌，可以。看看哈。支付007。是酒精副作用，暂时不再次朗诵。夜晚监控，今夜黄粱有旧梦。发牌，发牌，发牌。我要坐飞机，坐标9.801。哦，我知道，支付007，知道怎么跳。当代解放西，坐飞机，坐标9.801。支付007，当代解放西，是酒精副作用。知道了，反正就是你。不在乎你不是白白，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他的
版本不一样，笑死人了。发牌。我要坐飞机，坐标9.801，支付007，演绎当代解放西，是酒精副作用，暂时不再次朗诵，是萝莉一解控，今夜黄粱有旧梦。发牌，是发牌，要不然一点儿。还有这个好看，我都不知道小刷，你知道那个小刷？我知道小刷，他长得是不是很像鞠婧祎那个小刷？是酒精副作用，暂时不再次朗诵，是萝莉一解控，今夜黄粱有旧梦。啊，我知道了，我这次可以好好跳了。发牌。我要坐飞机，坐标9.801，支付007，演绎当代解放西，是酒精副作用，暂时不再次朗诵，是萝莉一解控，今夜黄粱有旧梦。发牌，发牌。这次好，这次跳对了。发牌。我知道那个是不是那个长得很像鞠婧祎的那个小女那个妹妹，我好像知道小刷，因为我之前刷到过她的那个抖音。今晚都是麦霸，所以说今天晚上阿欧是公司同事聚餐吗？还是跟朋友出去玩的呀？欢迎呆呆。还有松月都在成都，他们应该不是成都人吧？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在成都玩，因为我觉得他们老是喜欢旅拍，就是他们很喜欢旅拍，就是边旅行边拍视频，你知道吧？我觉得他们很喜欢旅拍，然后可能是到成都来玩，因为我记得好像他们是湖南的。找到恋爱本了，什么意思啊？小袁，什么意思啊？你找到恋爱本了，是你玩剧本杀吗？还是你要脱单了呀？我看他们 IP 一直在成都，是吗？因为我知道他们就那一波人，包括什么佳诺，他们好像都是湖南妹妹，好像都是。这个我喜欢，这个喜欢，这个我昨天加入收藏了，因为我其实很早之前喜欢加入收藏过，但是因为它太老了，就是它在下面了，我很早了，好几年前加入的了，所以说应该是播放不到那儿去了，我给它提上来了。哎，这个我也挺简单的，但是我一直还没来得及等。哲哲在呸，怎么回事？怎么今天晚上生哲哲搞不清楚了？生你再等我几天。咱们就是一个端午回来肯定会给你发，端午回来绝对这路学完。谢谢柠檬的豆牌，我是哈柠檬。他们和这类猪一起，对他们就是经常一块拍，真好，经常一块拍。我也好想跟他们跟谁经常一起拍，特别是在流量不好的时候。蹭一蹭就可能就会一下就是会变好。晚上好呀，柠檬，欢迎小颖，在成都真好，成都真好，是不是？成都妹妹太多了。恋爱本其实是找到一个很久以前很磕的一对男女主角，你是在看恋综吗？还是电视剧啊？不信？为什么不信？我看我上次跟那个何东丽说，我说你下周2来看，我绝对学会。你看我就把那个Heart Shaker 就学会了。所以说我跟深深说，我说等端午回来，我绝对学会，那肯定能学会。动漫剧本，咱俩今天晚上对呀、就是我刚刚明明想喊深深，只能喊到哲哲，然后一开始我明明在欢迎哲哲，结果喊的是深深，好奇怪，脑子和嘴不分了，脑子和嘴跟不上节奏。欢迎张妍妮。汉服什么？汉服 DJ， 汉服我试试汉服 DJ， 怎么个 DJ？ 是拍抖音吗？是什么？我当时知道最近有几个火的古风 DJ 舞，但是没有准备翻跳。这有几个在成都兰桂坊跳舞，兰桂坊不是那个吗？不是8+1的那个吗？
不是酒吧吗？他们在酒吧里面跳舞吗？理工乐海，对呀，最早的那个汉服的那个瑶子舞不就是吗？它就是其实很多就是玩的就是这种反差，好吧？很多就是喜欢这种反差。谢谢这这点赞。成都正好，来成都玩呀！我觉得你也可以试试，但是我试试的话，我还得专门去做妆造，我就觉得很麻烦。除非我要去拍什么照片，或者是拍什么周边，我或者是怎么样，我才会专门去做那个妆造。就像之前拍油菜花一样，我就去专门去做的妆造。因为如果我只是为了录一个视频去做个妆造，我觉得成本太高了吧。没必要，属实是，而且你拍了视频，你流量还不一定好，你到时候花了好几百块做的妆造，流量还不行，还不如就是在家里拍着瑶子舞。谁帮我来回去北京，要去成都玩一下。欢迎目瞪口呆，我们1.1万赞了，给大家跳一个大喜吧，我们跳一个常规舞蹈中的不常规舞蹈。你的视频偏甜美，偶尔发一个不影响，主要是现在流量，我的意思是，就是你要做妆造就会额外的去花一些成本，我就觉得没必要，你知道吧？如果我是顺便，比如说我去拍什么周边，或者是去拍照，然后顺便拍一个抖音，倒是可以。但是我觉得我穿汉服的流量不是很好，你看我上次发的那个咏春，就是感觉很一般。谢谢西西的灯牌，油菜花发的那个。心慌，像是小鹿撞，来人来可匆忙，也快我礼让，我在尊重一个喜他，分析喜气给候鸟，紧着要拜拜拜拜，花椒要拜拜拜拜，这要拜拜拜拜，铃铛要拜拜拜拜。水跳跳，200用结好，风花小小，300公吹闹，摸摸找找，南来飞燕中归巢，恰君子天骄，淑女窈窕，有情相会七七巧，电棍翻翅也能速到，怎红包？我每次跳这支舞，我就想起团播的时候，因为团播的时候就老跳这支舞，一跳这个舞我就想起团播了。欢迎蓝天空幻。像是小鹿撞，来人来可匆忙，也快我礼让，我在尊重一个喜他，分析喜气给候鸟，紧着要拜拜拜拜，花椒要拜拜拜拜。你说什么？就是说这下次可以呀，可以呀，就是下一次有这种计划，就是拍那种可以顺便拍一个，可以，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可以顺便拍个那个 DJ，可以的。
哎，最近好多舞了，有那个三拜红尘，它好像又火了。我很早之前我就录过三拜红尘，但是没有发出来。但是它又火了，火了另一个 DJ 的一个摇鼓。才有对呀，但是我之前我还拍过那个呢，我之前还拍过那个，就是但是我也没有发。其实我拍了很多我都没有发，我之前还拍过那个穿那种你们知道那个清汉女吗？就是那个清汉女。我之前应该是去哪玩的时候的，就是他有那个妆造店嘛，我就做个清汉女，就是那个那个辫子那个头发很长，那个就是那个山西那边的那种，你们不知道刷到没有？山西那边的那种晋商的那种感觉的那个清汉女，然后完了之后我带了穿清汉女的衣服，戴墨镜跳那个社会摇，但是我没有发出来，因为是晚上拍的，光线不是很好，所以说就没有发。夏天偶像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称体重，但是我最近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我感觉我都没有刻意的去少吃，瘦了呢我笑死，还是要瘦点好。我之前想说等夏天的时候能够肚子上能瘦2条线出来，唉，现在指了的我，但是我现在是属于是饿肚子的话会有，但是不饿肚子就没有。我吃饱了它就凸出来了，但是我饿肚子的话就会有。瘦了5斤，瘦那么多，为什么？因为林天你天天在外跑，流了很多汗，然后很辛苦，所以才瘦的吗？还是刻意减肥的呀？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挺好的，我觉得还行。就是说，如果说但凡现在有一个什么线下的长期演出的活动，我立马瘦，我肯定会为了就是出活动那个出活动更瘦，肯定会那个啥的，可能会更瘦一点。因为线下的话，相机就线下大家拍的话会拍得很胖，所以说还会更瘦。但是直播的话就还好，我不信，真的我肯定会的。我才不会像上次去天欢一样，那个时候就觉得无所谓吧，反正也没人看。因为我们当时在申欢的时候就这样的，就是还好吧，看的人很少，所以说我都没有管。我那个时候我室友来找我玩，就中间从申欢回来之后那个空档期，我室友来找我玩，我天天带他去吃好吃的，还吃夜宵，天哪，毫无感觉，就觉得反正就是去搬砖嘛。结果在天津，再加上大家又喜欢投喂零食，妈耶，真的长得好胖，我现在都不想看，我现在真的一点都不想看我以前的视频。虽然说可能现在去，可能被大家拍的也可能也挺胖的，但是我觉得应该可能大概也许会比去年好一丢丢。今天跳啥舞？你想看什么舞？用假发辫，短发能做的什么？能用假发片什么什么？小文在说什么用假发片？我还差点刚以为你在问我要假发片的链接。谢谢大方的关注。天津是意外。我觉得这样好，真的假的，叔叔？我为什么在申欢没有很对你？是不是很少跟我们互动啊？不然的话，我为什么对你没有什么很深的印象？我都不知道你长什么样。你是不是？我都知道那个长什么样，我都知道那个天津的那个什么小雨，还有那个什么，就上次你们说她是女团的榜一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突然忘记了，我操！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胖胖的跳舞才有劲儿，我真的瘦瘦的也可以跳舞很有劲儿，但是胖胖的跳舞容易被那个什么更胖了之后容易被黑。
对，就是那个思索，毕加思索，对，就是我对他们两个都比较有印象，因为他们两个会互动，会每次来看我们会跟我们合照，会跟我们就是有时候他们会送那什么东西之类的，就是会比较有印象。但鼠鼠我都是没有什么印象的。你应该那个时候多来，你看我在申花那会儿都没有粉丝，好吧？我在申花那会儿都没有人专门为我，就是专门来看我。哎，有吗？好像是没有。我记得有一个大齐，好像当时是专门来看过我。还有，因为那个大齐好像是我在 B 站的一个粉丝，然后好像就没了。我是后面看你直播认识你的哦，好吧。那你为什么觉得我在申花是好看的？反正我觉得我在申花其实也是那样，但是因为在申花它热度没有那么高，所以说就觉得还行吧。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挺开心的，虽然很累，但是每天就是有点像在学校的那种，就天天跟妍姐还有英姐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就很像在学校。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感觉不到这种和互联网接触很多的东西，但是去了天津之后就感觉到了深深的恶意。所以说就还是说，如果有下次机会我一定要瘦，一定要瘦个几斤再去，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去之前还吃半个月的夜宵，我真的服了。在天欢是度假，天欢也不算是度假，其实都挺辛苦的，只是辛苦的程度不一样。我在天欢虽然说没那么辛苦，但是我心累，你知道吗？我在申欢虽然说我身体很辛苦，但是我很开心，就是这种累并快乐着。因为我那个时候经常去，晚上还会去泡脚，你知道吗？跟妍姐还有英姐还会去泡脚。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很累，那个时候真的一天3场巨累，而且还要加那个巡游走路的。为什么心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特别是快结束，也不是快结束，就是时间过了一半，然后大家都比较有起色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发的视频都比较火的时候，然后看就是有好处有坏处吧，看到你的人多了，但是对你评头论足的人也多了。因为在申欢的时候那个看你的人比较少嘛，所以说你会发现这种恶意会比较少一点，但是在天欢的人看你的多了，就是别人发的视频都爆了之后，然后你就会在评论区里面找到很多评论我们各种的那种评论，你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虽然说吧，这种而且那个时候心态可能没有现在这么成熟吧，就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就是说，可能是有点长了。啊，你这样说，你不怕被英姐？不怕被英姐啪啪2下收脱香了。对，主要是也是因为他自己也在减肥，他每次都吃的很少，你知道吗？我们在食堂吃的时候，你知道那会儿我们在天欢，就是食堂和我们在申欢的食堂和天欢不一样，因为我们在天欢食堂都是打饭回宿舍吃的，但是我们在申欢，你知道吧，有一个专门的圆桌。然后每次我们那个时候有优酱还跟我们一起，还有莫离嘛，那个时候摄影他会管我们嘛，那个时候我们就我们所有人会坐在那个圆桌上，那个圆桌一般就是那种领导吃的，然后每次去吃饭都会霸占那个圆桌，然后就是东西往那一扔一坐，那个桌子很大，你知道吧，应该能坐8、9、10个人，但是我们只有6、7个人，就是我们一般平时只有6个人嘛，就我们成员5个加上莫离老师就6个人，有时候优酱来了的话是7个人，都是坐不满，然后就坐得很稀啦，然后就是会去打饭，然后就放一桌上，然后大家一起吃的那种，不是像那种天欢是那种盒饭类型的。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吃的很少，可能也是因为他刻意在减肥吧，我觉得就是他那个时候就吃的挺少的。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吃挺少，我也吃挺少的，但是我就是不瘦啊，我笑死。回去我要录视频还是一个对呀，所以说嘛 B 站有个黑字，这个黑字是点的。不知道了吧，这黑字是点的，所以说有利有弊嘛，就当没有那么多人看见你的时候呢，你可能，而且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就是我没有感受过那种一下流量很高所带来的这种反馈，所以说我没有经历过，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会有一点那个，就是会有点很在意别人的说法，但是后来就好了。
你要是让我现在再吃一次的话，我绝对不会受任何人的影响了。我感觉哈，我感觉吃的挺少的。我来天欢吃饭吃的挺少，但是吃零食吃的真的多呀。因为奶茶别人很多时候大家买就是买6杯，就是你不喝你也得喝的那种，你知道吧？主食吃，对，主食吃的少，零食奶茶吃的多，对，是这样的。就是饭没怎么吃，你说我们在天津那会儿充的饭卡我都没用完，充了100块钱饭卡我都没用完，到最后还剩几十块。但是我零食吃的巨多，隔了一个屏幕的事情，虽然说隔了一个屏幕的事情，但还是多多少少会有影响嘛。吃零食还这么少，我是说那会儿我这会儿是因为回来之后我减了一下肥的，好吧？要是不减的话，和之前也可能差不了太多。零食根本吃不完。对呀，还跳吗？还跳哦。想看什么呢？我们再挑一个，我看看我们再挑个什么吧。我们挑一个，挑一个 so crazy 吧，挑个常规中的常规舞蹈。常规中的挑个我想想看看，跳一个0.2秒吧，也是常规舞蹈。我在想跳 no 还是常规舞蹈。红色衣服他称之为五花肉烫手。红色这是那个绑带，那个确实那个衣服有点偏小，大家穿的都有点勒。跳个0.2秒吧，常规舞蹈，常规舞蹈中的常规舞蹈。暧昧标准情节即将升温，之间被加热的气氛将再次调换为我们。慢吞吞做借口拖延温存，你还想让事情停顿，距离分寸，快收紧到暧昧标准情节即将升温，之间被加热的气氛将再次调换为我们在悄无声息的精神，幻想画面突然成真，春风无需多等，美好自会发生，冷漠融化冰冷，本梦不完整，既然这跳跃的发展依然是奇妙的预感，还需要多久才能够突突喜欢？更加靠近的心，又不曾回头跳不停，第一下的回忆，直到下一次再说给你听。其实没有犹豫，在这一之前做决定，只是佯装平静，仿佛是不经意。对心意，在心中隐匿。这的原因是你给的底气。果然还是常规舞蹈跳的熟一点啊，完全都可以不用看视频就能跳下来。正好露肚子，是我正好露肚子。慢吞吞做借口拖延温存，你还想让事情停顿，距离300个榴莲，我到了2次。榴莲我只知道我在那边吃过那个榴莲的那个蛋糕，但是我对吃过榴莲。那个时候好像同学的粉丝也很喜欢买榴莲，那个时候我蹭了同学好多吃的，那个时候他们粉丝特别豪气，还给他买那种草莓，这么大一个草莓，好像白色的，好像是还是就很好吃。那个时候天天去宿舍蹭吃的。谢谢 David 灯牌。洗手，对，常规舞蹈就属于是哪怕隔了很久，肢体记忆都还在，但是不常规舞蹈的话，就是可能会瞄那么两眼视频。说的我有点想吃草莓了吗？但是现在这个季节应该是吃不了草莓了。其实我今年应该算是今年还是去年，就是去年到今年就冬天那个过渡的那个阶段，我也吃到了好多草莓。
就是你们记得，吃到了好几次，吃了2次，而且我还自己找小颖买了1次。蓝莓呢？蓝莓应该还没有那个吧，还没有成熟。天天吃这草莓。我最近我这2天在吃小猪记的西瓜，他记得那个西瓜好甜啊！我昨天晚上吃了一整个，谁懂？整个我本来想吃一半的，结果吃完一半，我觉得因为它那个西瓜很小，就是那种口脆那种西瓜，我吃完一半的时候，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吃，然后我就吃了一整个，就是把另一半也全部吃完了。吃完了之后，我才睡觉的。然后我睡觉躺下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完了，不应该吃了就睡的。因为吃了就睡，那个胃不消化，就会感觉胃胀。我当时就躺下那一刻，我说完了，不应该睡前把那剩下半牙西瓜吃掉。可以出几期宅舞常规系列，恋爱告急这种。恋爱告急不算是常规舞蹈吗？宅舞常规舞蹈的话，就是这么可爱，就是抱歉，那确实经常跳啊。其实神随我都跳的很少，我发现。那我就去要了。好像还欠你冻梨呢，你这不要我那个那个冻梨，我现在都没有了，你找我也没有了。那个冻梨之前在公司冻了很多，但是就是那个时候不好拿回去，然后在我们就像放公司放了一些，然后我们自己拿回去一些。我们都是这样。我们自己拿回去了一点，然后公司拿了一点。韩舞系列怎么了，深深？你以前深深以前你是喜欢宅舞还是韩舞啊？我记得你不是以前还挺喜欢宅舞的吗？现在是不是女团跳韩舞跳多了，然后开始转战韩舞军了？韩舞一直是韩舞吗？难道那个冻梨都没有了？欠我吃的，好。冻梨已经是好几个月前的事情了。过2天，6月有樱桃，7月左右的蓝莓。樱桃这2天确实有，这2天车厘子出来了，而且就是文川那边车厘子，然后樱桃的话，也出来了。最近琵琶也出来了。一直看韩舞，没有认识你们都不认识宅舞哦。我们一会儿可以跳个宅舞，其实我觉得宅舞挺乖的。我以前就特别喜欢宅舞，但是我现在跳宅舞跳的好少，确实跳的太少了。以前就是一整个可爱元气，现在就是一整个窑子。我们一会儿跳恋爱告急吧，反正都说了。这几天很好吃，对，这2天就是出来了，算是应季水果了。这2天很多，樱桃也挺多的，但是我感觉樱桃就是如果除了车厘子外的樱桃，好像都快下架了。感觉樱桃，而且樱桃很容易放坏。樱桃、荔枝都有了，荔枝也有了吗？我当时没有看见荔枝。谢谢这个点赞。常规中的常规中的基本舞蹈，应该是常规中的常规舞蹈。我还看见彩虹节拍，但是彩虹节拍我感觉我只能凭肢体记忆跳了。还有那个扑通扑通。今天买的荔枝5块钱，50块钱4斤，那还是挺贵哈。因为是不是这2天荔枝刚出来，所以说这么贵呀？是不是因为是这个原因？噔噔噔噔噔。菠萝好吃，我觉得菠萝都挺好吃的。我反正对我来说，我没有特别讨厌的水果。我想一下，有没有特别讨厌的水果？好像没有什么，就常规水果当中没有特别讨厌的。
好像是，我只有很喜欢吃的水果，没有讨厌的水果。蔬菜倒是有讨厌的蔬菜，我不喜欢吃胡萝卜和苦瓜，我基本上我感觉我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吃过几次胡萝卜。流行常规这个词也是从哲哲开始的。上次哲哲说常规舞蹈我又笑了，确实常规舞蹈了。欢迎梅欧老师，晚上好呀。我们可以继续点点赞哦，一会儿给大家跳一个恋爱告急，也算是常规舞蹈了。欢迎 DXH， 我一会儿还要准备录个视频呢，要是我今天晚上不录的话，我就要明天下午录个视频。但是我感觉最近都没有什么特别火的视频，也都不知道录啥。今天为什么小健没看见小健呀？会不会还没回去吧？谢谢哲哲点赞。为什么今天他们都没播吗？这是认识的人我只看见了认识的人，我只看见了彤姐，还有刚刚还看见妍姐，现在妍姐都不在了。孔老师也没播，龙姐也没播，怎么了？怎么回事？今天是集体休息吗？这是。谢谢蛇蛇点赞。我感觉我刘海再不拉一下，我一会儿都要那个啥了。元宝在播，但是我没有关注元宝的小号，所以说我看不到元宝。因为现在他们不是昨天哲哲还在说，就是说哲哲播是用那个，我还问他那个是不是用那个直播号播，因为我都不知道，因为自从他没有用大号播之后，我就基本上就没有刷到过了。因为他们的小号我没有关注，所以说就是他们那个直播号，所以说看不见他们。主打错峰直播，哎呦笑死了！错峰直播，欢迎黑梦。我最近在弄那个 Q 版头像，弄得我真的是太恼火了。谢谢黑梦的灯牌。我们点到1.5吧，点到1.5，给大家跳个恋爱告急，跳个常规舞蹈。常规中的常规舞蹈，但是其实我觉得，就除了团播之前还经常跳之外，后面好像都没有怎么跳了，就是我自己都没怎么跳了。恋爱告急真的是我从大3开始一直跳到今年才没怎么跳的一个舞，天哪，跳了好几年的舞。欢迎一直酱。谢谢酱点赞。也算是了，但是真的，我觉得吧，恋爱告急属于是 B 站，就是隔壁上的，你知道吧？隔壁上的是属于是那种一直挺有热度的，也不是一直就是甜妹都会跳的舞，你知道吗？就属于是这种，就是大家都会跳的舞，就属于这种舞了，就是
就是感觉你 B 站随便找一个人，就是找个舞剑，他都会跳这个舞，已经到这种程度了。谢谢鱼子酱点赞。现在赶快去，深深不会还没有去吧？深深你不会还没有开始洗吧？你不会还没开始洗吧？所以是常规舞蹈，对呀，是的呀。欢迎石歪歪。还有直播我都不知道，我以前也是不知道，你知道吧？我以前是不知道的，但是我是因为在 B 站直播了之后才知道的。我以前就是我上大3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跟你们讲过，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我觉得就是我上大3的时候，我跟我室友出去住，那个时候我们因为我学校是传媒学校嘛，然后周围其实就有很多那种传媒公司。管你们帮老沈吧，怎么回事啊？深深，哎，深深怎么？他是被禁言了吗？还是什么？他是被禁言了吗？还是啥呀？他怎么被禁言了？我帮他，他应该挂着去了，他应该挂着去了。我笑死。然后那个时候，什么？那花甲，我们那边花甲就是叫花甲呀。我已经出发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我跟我室友就是被找过，但是那个时候我都主要是那个时候我对直播有看法，我就觉得可能那个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比较那个的，就觉得直播不是什么好工作或者是好事情，就是一个很正经的东西。那个时候我跟我室友还吐槽，你知道吗？他还说什么可能，我们怎么可能会去？我之前想想真香啊，真的是服了，真帮忙了。最开始我也不知道，但后来的时候，因为想去 B 站当 UP 主，然后就被那个公司给骗过去了，然后我就开始我的 B 站直播生涯，然后就知道了。结果室友发现天塌了，其实还好吧，因为我跟我室友关系很好，就是我做什么事情他都知道，就包括他之前也是，他之前我也说过，他之前其实在全民也直播过，但是全民不行，全民是我觉得所有平台当中也就是里面的人很那个，你知道吗？里面的人就是很那种，全民里面的人真的很那种，就是里面的观众非常的不会像抖音这么的文明，我只能这么说。哎，老七，晚上好呀，好久不见。下头邪恶，对，就是那种他们会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就是看你就不会觉得你是，比如说你是才艺主播，他就不会把你当成一个会表演才艺的那种，他就会想一些很乱七八糟的东西。再聊哪个平台？再聊全民，因为当时我室友不是在全民嘛，然后当时他就是白天播到晚上，然后当时他白天不怎么样，然后就播熬夜嘛，就熬夜播一个通宵，他天天跟我吐槽，就说里面的人真恶心。然后他遇到了很多就是那种很恶心的人和主播也很恶心，就是各种恶心的事他都会跟我说，就很多有些都是很毁三观的。我每次就是当听过，我说哇，就是我以前觉得阿 B 其实都是有点那个的，后来我知道全民之后，我说哇塞，原来真的是山外有山啊，天外有天呢。所以说还是抖音好，抖音会管的比较严一点， B 站也还好，就是但是现在我不知道了，很久没有去看 B 站直播了。但以前 B 站我也觉得挺好的，跟我群里不一样呗。是的，主播怎么恶心？就主播他们不好说，他们我这怎么说？我不好说，你们自己体会一下。
你们自己体会一下，就是蒙手更难启齿。蒙手我之前你知道吧，我之前加新公司的时候，他们还让我们全平台运营，我当时还去注册了一个快手号，我发了2天我就没发了。因为实在是懒得去更新，再加上那边的风格确实不好说。但是我基本上没有，我基本上都没有玩过快手，我都没有下载过我基本上都没有下载过萌手，因为而且就是我第一次下载萌手都是因为就是我们运营让我们全平台运营的时候我才下载的萌手。但是我更新了几条我就没更新了。慢脚，对，那边那个啥，那边很神奇，什么那边流行未成年人怀孕，我真惊呆毁3观的事情。我每次一打开他的首页显现出的那些东西，我觉得还得是慢脚，很恶心，萌手，对，是的。对，这些是不要说。你们如果想去体会一下，你们可以去下载一个慢手，然后去看看，真的就是你会觉得抖音是一个新的天地。欢迎烟石吧，我们15万也呸15万了，呸什么15万？我们1.5万了，给大家跳个恋爱高级吧。你们如果真的想去感受一下，你们真的可以下载。我觉得现在都是这样子，至少我去年7、8月份的时候，那个运营让我们下载抖音，下载慢脚去运营的时候，我当时看都是这样的。我不知道现在马上快1年了嘛，我觉得应该也是这种。你们可以去看看，如果真的想去看。我当时就是因为刷到那种帖子，很好奇，我也去看了看的。就是人还是不能有太多好奇心的。抖音只是看这样比较稳。还好吧，我觉得抖音大家都挺那个的，又不是说除了看我看大家都挺文明的。你看我们几个当中也没有说哪个遇到不文明的吧。严格一点，确实是，但是还好，至少我遇到的很少。查攻略啊？什么？你查攻略为什么是在阿 B 上查？我做攻略基本上都是在那个，那个小红书上。我现在还挺喜欢小红书的，我现在打开小红书的频率比我打开抖音的频率还高。我现在有事没事就看小黄。我在说什么？有事没事就看小红书。经常有弹幕下头的，有几个比较感性的直接召唤了，还，我笑死了！哎，经常召唤肯定会遇到这种，因为你粉丝比较那个，就是你的粉丝比较多，基数比较大的话，肯定会遇到这种人，因为不可避免嘛，哪个平台都会有这种人。但是我觉得我会稍微那个啥，游戏攻略游戏攻略确实，我看游戏攻略有时候也会在小红书上找，但是有时候也是会去阿 B 上找。我以前看阿 B 都是看那种资料，学习资料，就比如说考教资的时候，在上面上网课之类的，就是基本上比如说学日语啊什么，在上面看课的，就阿 B， 其实这个还是挺好的。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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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广告特别多，所以我觉得我还好。我的群属于是没人发言，就属于是有事没事，除了我有时候会说一下，或者我发消息发作品的时候他会弹，基本上都没有那个什么，基本上都没人说话那种。至于我教你，真假的？我以前就是在上面上网课用的比较多阿 B， 然后后面就是在上面学舞，就学那种，包括我现在扒舞都是用阿 B 扒的，因为它上面有教程，就是会比较好扒。厉害！我现在已经感觉连50音图都不会默写了。
全是陌生人，我没有自己的小圈。我笑死，真的，我粉丝群像是个僵尸群一样，就有事情才会说两句，没事情的时候就基本上，主要是我也不是很喜欢发言，你知道吗？所以说导致整个变成僵尸群。没开分身，没有，你是说那个头像的那个吗？没有开那个。好了，我们给大家挑一个恋爱高级吧。好，拜拜老弟。之间的换季，还没准备好心意，一个人拖行李屋也没关系。暴风雨已经免疫，恋爱是你放心里，连遭人生谎言也能躲避。风吹走一半剩下剩下的风里人惊讶，眼里静止的冷漠，连呼后也倾盆而下。笑一瞬间关心掉湮灭无掉情深的无尽，这个熟悉的尴尬搭上却有共鸣，不知不觉谈天说地，并肩走到春来怀里，像落叶起地，生从中恋爱高级，满个心花容量不多思考，天真无邪，难道一点到老？这回起把心愿轻无预告，黑片来电转身不敢逃跑，不熟悉是场景，午夜却难言的笑意，无力懂事的记忆，就是你。全军撤退，开吧！什么？点亮花火，我不知道怎么开呀，而且我是觉得就是我的粉丝比较少，我不知道能不能开，还是说这个每个人都能开呀？我不知道给谁。这个熟悉的尴尬搭上却有共鸣，不知不觉谈天说地，并肩走到春来怀里，像落叶起地，生从恋爱高级，满个心花容量不够思考，天真无邪，难道一点到老？大家可以去灯牌了哟，我们0点了喽，谢谢一下灯牌。明天的小手不熟悉是场景，午夜却难言的笑意，无力懂事的记忆，就是你。谢谢明天的4位星光闪耀。当当，谢谢深深灯牌，深深洗完了吗？深深洗完了吗？深深，谢谢今天的11个星光闪耀，谢谢我的闪耀星河。洗完了，你终于洗完了，困了，差点睡着了，睡吧，晚安哦。企鹅偶尔也更新一下嘛。企鹅是QQ 吗 ？QQ 你是说什么 ？QQ 空间吗？我 QQ 都不玩了，我基本上平时不玩 QQ。我那个 QQ 的粉丝群它已经废了，它也变成僵尸群了。我感觉我刚来抖音那会儿，我还更喜欢在我 QQ 群里面发消息，你知道吗？我现在都不喜欢在 QQ 群里面发消息。有人连我，但是不是我很熟的人，算了，不接了。
谢谢诗文的灯牌，谢谢梅老师的灯牌和闪耀。我还活跃着，隔壁群也变成僵尸群了。我记得我反正就是我刚来抖音的时候，还更喜欢在企鹅群里面发消息的。但是我现在我基本上都没有管过了，每天还按时打卡，真的假的？真的假的？谢谢黑梦的灯牌，谢楼架灯牌，谢谢拜拜的闪耀辛苦。你要倒了，你这是喝了多少呀？你要倒了，少喝点吧，喝多了对身体不好。谢谢白白的11个星光闪耀，你还活着，少喝一点点。12点打卡，我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我以 QQ 也是，我已经几年，好几年，很多年了。我上一次更新还是上大学的时候。不玩了，不玩啦，不玩啦。我要更新一下吧。更新什么？更新哪儿？更新群吗？还是什么？但是主要是群也不知道更新什么啊。我连微博都没有更新，你知道吗？我之前还给大家说，我说我出去玩的话，我会发一些图片在微博上，我微博都没有怎么更新，更别说更新 QQ 了。我要是会想更新的话，我肯定会优选微博，微博都掉了好多粉了。喝吐了已经，是喝了多少呀？你这是什么没了？可以的，几百就抖音了，是的，我现在连 B 站都不更新了。天哪 ，B 站可是我最开始梦起航的地方。我现在连 B 站都不更新了，但是我一直都想录舞。前阵子才在更小红书，是的呀，因为我最近经常玩小红书，所以说我就前天更新了一下。我上一次更新还是23年的时候，当时戴了一个假发，那个什么，但是那个照片还是更早的时候拍的。今天几点下班？今天12点过一点点吧，12点过吧。所以我一会儿想去拍个视频，如果我今天晚上不拍的话，我就得明天拍了。欢迎我出生，谢谢这个灯牌。还有要去灯牌的家人们吗？还有要去灯牌的不？还有要去灯牌的不？今天真的集体休息嘛？这是，明天可以的，反正明天休息。去好了，后天见。但是我一般如果像明天休息，我就不想化妆。但是我准备明天去接我家福豆，因为我家福宝不是没有绝上育嘛，然后我想去把我福豆接回来，然后带他去检查一下，因为上次我不是带我昨天还在说，我说我带我家福宝去绝育，然后他不是会做一个术前检查嘛，然后检查出他肝损伤。然后就现在就在吃药，然后我想是，福豆跟福宝都是为了同样的吃的，我就怕福豆也肝损伤，所以我想带福豆去检查一下。我准备给他们买个保险了，真的狗看病太贵了，谁懂？风一吹吐了，你少喝点呗。肝损伤，对，就是因为他那个指标很高。听得我真的眉头紧锁，谁懂一个当老母亲的心情啊？好麻烦。对呀，就是说没办法，吃啥东西我不知道他们吃什么东西了，但是就是平时吃的狗粮啊，我之前还给他们做狗饭呢，也没有给他们吃有毒的东西啊，就是很奇怪。所以说真的很恼火，养狗也挺恼火的。所以说我就想的是带福豆去检查一下，要是福豆也有问题的话，那我就去给他们2个都买个保险。欢迎秋月，
买一点，两个都买好一点。对呀，就是，而且买保险，其实小狗保险不贵，就是一杯奶茶的钱，就是每个月好像是1个月一杯奶茶钱，好像是就可以买，到时候还可以报销，我觉得挺好的。不然的话，你真的去看个病很贵，你知道小狗去做一个检查都要花几百块，就是做一个生化检查都好几百，跟人的检查一样贵了。我感觉我自己体检都没那么贵，真的很神奇。从9点半喝到现在，天哪，海量，确实是海量了，你少喝点。你明天上班吗？我想说，如果你明天上班的话，你今天喝这么多，真的能行吗？就是你喝这么多，真的能行吗？你真的能扛到明天上班？好，你是这个，那你挺牛的，就是说，你不会就喝多了，第二天脑袋很重嘛，就是头很重很痛嘛。我觉得还是少喝点吧。你既然明天要上班的话，而且喝了酒很适合睡懒觉，要睡不了懒觉太痛苦了。宠物医院看病比人贵，对我就觉得好贵，所以说还是想的是，要是他要是土豆也身体不好的话，我真的就准备买保险了。欢迎追寻者，我们再听2首歌，我们就准备下播吧。听一个这个，听一个深深喜欢的。谢谢智者灯牌，谢谢小兔灯牌，欢迎小影。最后一首歌 WiFi 了，对呀，专门放了你喜欢听的歌，是不是？欢迎浅浅。女童有没有可能被掰直？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吧，如果她是双的话，有可能会掰直；如果她是就跟直女一样的是很直的女童的话，就掰不直。就像我的一个朋友，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一个朋友，他现在就是完全掰不直。他现在就是，而且他装扮，他从高中开始装扮就很像男生，这是他的形象。他就是从高一，从高2谈了第一个女朋友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谈过男朋友了。而且他就是出现了，就是对男生生理心理上的双重排斥，所以说像这种就完全掰不直了。但是如果是双的话就能掰直。你好休息啊，什么刚好下班了。侄子，那你回家了吗？你到家了吗？因为你正在做这件事情。小颖，那你是这个有点难度哦，加油哦，小颖。该下班啦。一男长发还行哦，那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听完这首歌下班哦，拜拜。白白，你到家了吗？刚到家哦，行，自己走回去。那你那还行，能自己走回去说明还行，还能打字说明也还行。能打字能走回去，应该是能行的。配个男年。小颖加油哦，小颖。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挺好听的，等我下次把那个舞学会，吐了一下瞬间清醒。回去你可以喝点酸奶或者吃点水果，然后醒一下酒，好睡觉。他刚刚被他女朋友背刺，快让我们给送进去了。送进去什么意思？送哪儿去？哦啊，不会送那个送叔叔去喝茶吧？不会吧？
太难受了，对，吐太难受了，所以说还是少喝一点啊，喝酒伤身，喝酒和那个都伤身，就是少喝怡情，大喝伤身，少喝点，少喝点。已经清醒了，我得酸奶打好底，大家都少喝一点多好，而且夏天到了，喝酒喝多了容易长啤酒肚，家人们，而且湿气很重，特别是喝啤酒。工作没办法，确实应酬确实没办法。加油啊，小颖，祝你好运哦！希望你能够拿下2场吗？1场吧，应该是这么晚了，应该不是2场吧？到家了，好，到家就好。到家了，趁现在意识还清醒，去洗漱一下，睡觉。今晚上谁？明天吗？下班了，确实。掐个身子睡觉，这个点应该是2场完事。这个点应该要12场完事，但喝的有点早，一般别人2场都2、3点了。小子酒量不行的，不挺好的吗？酒量不行就刚好可以少喝点啊，受不了，还是要少喝点，少喝点好，少喝点。夏天确实，夏天喝点冰啤酒确实很爽，但是还是少喝点。那天打风酒历历在目。这算是明天的黑历史了吗？笑死了。好了，家人们，我们准备下播了，下播了。我看着林天在那儿。他是喝醉了吗？他是喝醉了在那儿打吗？太完天喝，然后对呀，就是其实夏天喝啤酒撸串其实很有生活的好吧，真的很有生活，但还是可以少喝一点，但是不要喝太多了。直播间说出来尴尬死我了，我笑我笑死了，我是没注意到，那应该算是你黑历史了，我笑死，应该算是你黑历史了。来，我们家小宝给大家拜拜了，大家说个再见了，来吧。瘦狗，我家的瘦狗谁懂？我今天遛狗出去，别人说你家小狗好苗条啊，我天哪，就是因为它太挑食了，谁懂？就是因为它太挑食了。干燥剂没事，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干燥剂，所以说它的肾肝损伤，就是他我上次带他去做那个绝育体检就肝损伤，真的服了，花了我好几百，滚，气死了。怎么不夸我苗条？他真的，之前有个阿姨，你知道吗？说你家狗好苗条，然后说我就呵呵，我就笑了一下，尴尬的笑了一下。他说你家狗是不是很挑食？我说对，它确实很挑食。谁懂？好了，给叔叔们拜拜了 ，say goodbye， 快看镜头，表露平滑，来看镜头，快看镜头 ，Hello， 拜拜，晚安，拜拜。叫哥哥，叔叔，刚刚开始喂了，笑死了，是叔叔。晚安，林天，晚安，拜拜，晚安，小兔，晚安，婶婶，晚安，哲，晚安，鱼子酱，晚安，黑豹，晚安，叔叔，晚安，然，晚安，洛基亚，晚安，大家，晚安，大家，看我的小爪，真可爱。晚安，早点休息，我们周天见了，家人们，拜拜。